好，我们现在再来看这样一个电路。这个电路当中有3个输入，分别是 U1、U2、U3， 它们各自通过一个电阻接到理想运放的反向输入端。这仍然是一个带负反馈的电路，不做特别说明的话，我们认为它工作在线性区，因此可以用理想运放的虚短虚段性质来分析。由虚短虚段，我们可以得出 U 负等于 U 正等于0，而 I 负等于 I 正也是等于0的。由于 I 负等于0，现在我们就可以对运算放大器的反向输入端这个节点做一个 KCL， 显然应该有 I1 加上 I2 加上 I3 等于 IF。我们把这些电流都用输入电压、输出电压来表示，就应该是 U1 除以 R1 加上 U2 除以 R2 加上 U3 除以 R3 应该等于，注意参考方向 IF 应该是负的 UO 除以 RF。 那么整理一下就应该是 UO 等于负的 RF 乘以 R1 分之 U1 加上 R2 分之 U2 加上 R3 分之 U3。 可以看到实现了 U1、U2 和 U3 的线性相加。当然，如果所有电阻的组织取得都完全一样的话，或者说 R1、R2、R3 都完全一样的话，那么 U1、U2、U3 的系数就应该是完全一样，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相加，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加法器。当然，这个前面还有一个负号，所以这种相加是一个反向的比例相加。下面我们通过实验来看一下由理想运放构成的加法器，它的输入和输出波形。这是一个由运放构成的加法器，有2路输入。第一路输入是交流电压，第2路输入是直流电压。通过调节可变电阻器，可以调节直流输入电压的值。2路输入的比例均为负1，输出是2路输入之和的反向。现在观察波形，其中黄色的曲线是交流输入电压，绿色的曲线是输出电压。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输入直流量为0的情况。现在我们加大直流输入量，大家可以看到输出的这个波形在向下移，这个时候确实实现了2路输入的之和，然后反向。随着直流量的继续增大，大家看到输出波形出现了失真，这个时候进入了非线性区，已不再满足加法器的要求。当然，我们也可以调节交流输入量，可以观察到同样的现象。这是我们用运放实现了我们常见的算法中最基础的第一个算法——加法。那有了加法，当然我们接下来就想实现减法。减法器是在我们前面学的反向比例放大器和同向比例放大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是我们前面分析过的反向比例放大器 ，UO 应该是等于负的 R1 分之 RF 乘以 UI。这是同向比例放大器，那么 UO 应该是等于1加上 R2 分之 R1 乘以 UI。 好，那现在如果我把运算放大器的反向输入端和同向输入端都接上电源，那直觉上来讲，我们是不是应该得到说 UO 应该是这2个的和呢？也就是说 UO 应该等于1加上 R1 除以 R2 再乘以 U1。 我们把接到同向输入端的电压源称之为 U1， 反向输入端的电压源称之为 U2， 以示区分。那么这后面就应该是反向输入端的输出变成 RF 分之 R1 U2。 那这不就是一个减法器吗？只不过说现在 U1、U2 的系数不一样而已。
那我们来看看合成以后的电路是不是能够得到我们刚才的结果。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仍然是一个含有负反馈的理想运放电路，因此我们仍然可以用虚短虚段来加以分析。那现在虚段指的是 I 正等于 I 负等于0，而 U 正和 U 负是相等的。那好，现在我们所能依据的就是这条支路上头的电压电流关系。由于 I 负是等于0的，因此 RF 上面流过的电流就应该等于 R1 上面流过的电流。我们来表示一下， RF 上流过的电流应该等于 UO 减掉 U 负除以 RF， 而 R1 上流过的电流呢，就应该等于 U 负减掉 U1 除以 R1。 把这个式子整理一下，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再根据理想运放的虚短性质， U 负是等于 U 正的，是等于 U2 的，因此我们把 U2 带进去，就得到了和我们刚才前一页 PPT 当中分析得到的相同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把叠加定律反过来应用得到的那个直觉的结果是对的。那这个减法器显然有一点那么不完美，因为现在 U1 和 U2 的系数是不完全一样的。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能够把 U1 和 U2 变成相同的系数呢？我们看一下整个的分析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式子的关系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因为在这条支路上现在结构就已经是这样。而这个地方的 U 负等于 U 正的关系也是不能动的。但是现在 U 正是等于 U2， 换句话说，如果现在的 U 正不是等于 U2， 而是等于 R1 加上 RF 分之 RF 乘以 U2。 那么大家看一下，那么现在把 U 负等于 U 正等于这个式子带到上面来，这两个一相乘，是不是就得到了跟前面 U1 相同的系数呢？那这个显然是对的。大家现在可能就能反过来明白，说我刚才为什么能够想到 U 正要等于 R1 加 RF 分之 RF 乘以 U2， 因为现在你要想把 U2 和 U1 的系数配成相同的。好，那现在问题就来了，我们怎么样修改这个电路才能够使得 U 正等于 R1 加 RF 分之 RF U2 呢？就现在这个电路而言，由于 I 正是等于0的，所以说 U 正只能等于 U2。而现在要让 U 正等于这样一个系数乘以 U2 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系数，这不就是一个电阻分压的这样一个式子吗？因此，如果我在这个地方加上一个电阻 RF， 大家看看现在的 U 正是不是就等于 RF 除以 R1 加 RF 乘以 U2 呢？显然是正确的，因为现在 I 正是等于0的。好，我们把这个电路重新画一下，就得到了这样的改进后的减法器。在这个电路当中，我们来重新推导一下输入和输出的关系。我们仍然依据理想运放的虚短虚段性质，根据虚短性质有 U 负等于 U 正，而 U 正现在应该是等于 U2 的一个分压，应该等于 RF 比上 R1 加上 RF 乘以 U2。再根据虚段性质， R1 上面流过的电流显然应该等于 RF 上面流过的电流，因此 U1 减去 U 负除以 R1 是 R1 上面流过的电流， RF 上流过的电流应该是 U 负减去 UO 除以 RF。
那么把这两个式子联立，同学们再整理一下，就可以得到 UO 应该是等于 2F 比上 2.1 乘以 U2 减 U1， 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减法器。U2 和 U1 的系数是完全相同的。至此呢，我们就把减法器给大家分析完了。回顾一下我们在前面分析反向比例放大器、同向比例放大器、加法器和减法器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应用了理想运放的虚短训段性质以后，在它的同向输入端、反向输入端利用 KCL 电流关系来进行分析。那么要大家思考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不可以在理想运放的输出端用 KCL？ 从理论上讲，没有什么不可以，电路中任意一点都应该是满足 KCL 的。但是在理想运放的输出端用 KCL 的话，有一个问题，因为在我们讲的理想运放的虚短或者虚段性质里面，没有哪一条能够告诉我们，在理想运放的输出端这个地方，它输出的电流是多少。那既然这条支路上的电流未知，那你在这一点上用 KCL 显然就没有办法求出其他支路上的电流关系。因此，一般来讲，我们不在理想运放的输出端应用 KCL。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前面实际上已经提过了，我们不可以对理想运放的同向输入端、反向输入端以及输出端做一个广义的 KCL。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把它的接地端以及供电端都省略掉了，所以不可以做广义的 KCL。